出生日期在2、11、20、29的朋友，你是不是常被难搞的人缠住，而且很难脱身？其他人还发现，不管对方再难搞，都会被你收服，所以遇到这种麻烦的人物，一律都丢给你处理。每天这样，让你感觉到心累了吗？这就是面具术2，让大家感觉丢给你就对咯。频道升级啦！喵喵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，欢迎加入灵术探险团，每月有会员锦囊哦。根据灵术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，请支持喵喵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术人生攻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体验一帆风顺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开工作运一定要懂的面具术，一共有9种。这次来说面具术2。怎么知道自己的面具术是不是2呢？有一个超快速的方法，让你立刻就知道，还能马上看出老板、同事、家人的面具术哦。现在就来试试看，很简单哦。如果你是在2、11、20、29日出生的人，出生日期的和加起来是2就对了。今天就是为你制作的专题，赶快按赞存起来。面具数2，那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有一种说法是，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你会吸引什么类型的老板，只要展现这个特质，就会无往不利，轻松被大家赏识。是不是听起来前途光明，未来充满希望呢？大家认为2、11、20、29日出生的人，给人温柔、体贴、注重情感的感觉，似乎天生就是和平使者，不会主动吵架，而且擅长调解人际关系的矛盾，喜欢追求稳定、舒服的互动关系，会避免过于冒险的行为模式和工作环境，感觉擅长细腻复杂的工作，并且有很高的耐心和观察力。这些特质很受某些老板喜欢，甚至说你天生具备减缓冲突的能力，适合处理顾客服务相关的各种问题，或是人力资源人员、负责辅导与教育的老师，还有行政助理、秘书、数据分析员等。如果这个说法完全说到你的心坎里，让你100%赞成，要先恭喜你，你应该刚好是2号人。当面具数和灵数都是2时，这的确很幸运，别人对你的看法、给你的机会和你的能力期望值刚好在同一个方向上。也就是说，面具数2的滤镜加在2号人身上时，和你原本的个性高度协调。最大的好处是，别人看你就是舒服，没有假假的伪装感，会觉得你是个表里如一、温柔敦厚的人，在你身边会有如沐春风的愉快感。就算你有点安静、内向、话不多，大家还是一致公认，有你在就没问题，因为你从内到外都散发和大家和平共处的氛围，累积好感的程度当然比其他人多更多哦。面具数2给人喜欢和人互动的感觉，适合需要耐心与其他人协作的工作，很容易让别人认为你适合处理有争议的问题，例如维护公司权益，同时安抚客户的申诉，这种夹心饼干的工作交给你感觉很放心。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，解决争议让大家满意，自己也有成就感，成果与口碑持续叠加，会让所有人都赏识你，这就是面具数2和灵数2相乘的效果。但伤脑筋的是，并非每个面具数2的人都能接受这种要收敛、压抑自己本性的工作。让你感觉到辛苦的是，你遇到的机会都是这一类，和你向往的工作类型感觉不大一样。毕竟人要赚钱才能生活呀，只好看在钱的份上，压抑自己，尽力配合。你也努力适应了很多次，但你就是不开心。让你最受不了的是，大家都能有话直说，就只有你直说反而没有效，是不是傻眼呢？例如你想尝试第一线与新客人互动的工作，你也有排到这个班，但奇怪的是，只要一有客诉发生，主管总是优先指派你去了解和处理，从来都不会想到其他人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处理客诉的第一时间就是要先把客人的不满情绪照单全收，超累的。等到对方冷静下来，才能慢慢厘清问题在哪里。你可能会想，被骂的事应该大家轮流才合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自己？难不成是得罪了谁吗？不论你多想找人交换任务，常常不会如愿。
面对客诉，你只能从陪笑脸挨骂开始，只好苦中作乐，看看今天的客人会不会破纪录。例如客人的口头禅太夸张了，在10分钟内总共能讲几次？10次、20次。但真正离谱的是，在这20次的太夸张里面，引发客诉的问题的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都没讲清楚。可是在情绪安抚下来之前，你都得忍住，绝对不能催促对方，因为你很清楚，情绪起伏这么大的人，如果第一时间没安抚好，可能就会反过来客诉自己，好心还要被雷劈，是不是有够瞎？于是你只能用时间换取对方的冷静，并且从抱怨中努力拼凑出关键讯息，例如点头写笔记给对方你很认真处理的印象，其实是要压抑自己不能露出无奈的眼神和表情，不能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可能是奥客的事实。天哪，这么高难度，你真的很委屈，对吧？没问题，喵喵大师帮你申诉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，一切都是面具术搞的鬼，你没有错，其他人也没有错，只是面具术刚好在2，大家才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你非常适合当缓冲垫，吸收客诉的冲击波，但偏偏你不是2号人，防震系数其实很有限。如果你是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号人，要你耐着性子听抱怨，大概只能撑5分钟，就很了不起了。第6分钟，你就会变回自己灵数原本的样子了。即使这不是你的本意，但结果就是这样。感觉每个人的期待都像在消耗你的 EQ， 因为大家都被你的面具术2给混淆了。主管会在第一时间把难搞的人丢给你，觉得你能够顺利收服对方，搞定问题。就算你感觉快疯掉，只要你没有当场昏倒，客人最后有好好安抚了，大家就会觉得你很棒，因为你的面具术2已经让每个人深深相信，让你处理可怕的客诉真是个聪明的决定哦。如果你还很年轻，在探索自己的能力，这其实是很好的尝试。惊喜、惊吓都是新发现，不要设限，毕竟潜能是可以被开发出来的。要是真的很辛苦，那就该去认识自己的灵数咯，因为灵数才是你的天赋能力真正的个性。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朋友、主管、同事才能慢慢的了解你，了解你的个性和想法，别人才有机会穿越面具术2，认识到真正的你。还可以参考播放清单里面灵数1到9的节目哦。只不过对新手来说，面具术很让人苦恼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你工作生活中乱源的起点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先入为主的看待你。毕竟面具术2就是给人包容力很宽大的感觉，大家是真的把你当作2号人在期待的。明明你已经超过负荷了，还擅自觉得你没问题。要是你的观察、合作、体贴程度不像2号人时，大家还会讶异你怎么突然暴走，人设崩坏。这种天大的误会，是不是曾经让你受尽委屈呢？但对高手来说，面具术就很有意思了，可以借用别人的第一印象，为自己赚到信任值哦。因为面具术2的人给人很好亲近的感觉，换句话说，你不是浑身带刺的人，因此不用提防你。你和其他人的互动直接省了一道破冰的程序，不论原来的话题有多尴尬冷场，只要你很熟练用礼貌的态度轻松的转移注意力，就能大方的展现你的灵数本色和人格特质，会让人赞叹你是既有想法又有修养的人哦。如果你想用面具术来辅助工作运，没问题。最简单的情况是面具术2也是2号人的时候，只是这种机会大概只有11%吧。如果你是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号人，不用烦恼，诀窍在这里，请练习察言观色，学会在适当的时机用温和坚定的语气表达你的意见，再用温柔的眼神表情聆听对方的反应。因为你的面具术是2，就是有安抚对方的效果，不会用很可惜，它能让你无往不利的。今天这集真的很重要，前面的面具术算法适用28到54岁的人，也是目前职场上的主力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还能分享好友哦。如果你是1到27岁或是54岁以上，面具术的算法就不一样了。想知道自己的面具数是多少吗？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，来帮你咯。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，很简单的，里面有针对你的面具数给的建议哦。有趣的来了，为什么灵数会有混淆视听的面具数呢？因为每个人都有期待和向往呀。面具术就是你回应别人期待的一种本能，例如你很希望自己被大家喜欢接纳，面具术2就是回应你愿望的礼物。
所有人第一眼就觉得你是很好相处的人，每个人都自然的亲近你、接近你，完全不怕麻烦你，有这种超能力，是不是非常厉害呢？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人生的帮手，选择自己有的、擅长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会丰盛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写下你的面具数是多少呢？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提供灵数人生攻略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超级感谢哟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